这样的人，他们是垃圾，他们不是中国人。要由你来抉择。我生死中，在路上，所有都可以拍，这是中国的套路，这是特别恶心的事。我们的食品安全已经令人发指到什么地步了，你知道吗？太恶心了，你看一下。不，这绝对不是毛肚，这是毛巾，这是毛巾，这是毛巾。来，大家看一下哈。这是什么？有，有做的时候。洗脸的。看下这个，你是不能放在你的冰很明显已经发生变化了啊！你这个一定是没有达到这个储藏的一个条件。你看这个血怎么会成这个样子？每天根本就没有做清洁，这是刚炒制的是吧？你来了就没往说吧？你们今天就是吃出虫啊！怎么是上菜慢呢？你没有这东西，那你给我收钱，要不然我就是真的就滚。连菜都没动，一口没吃，完全虫子。看完之后，我整个人都在发抖，就忍不住那种发抖，我真的很生气。为什么人怎么可以坏成这个样子？你以为你做这个早餐啊，你卖给别人，你害了别人，然后你挣了钱，你不吃，但是你晚上去买个菜，买个东西，别人可能也是这样子的呀。这不就是一个底层互相伤害吗？有必要吗？这次好像我们都挣到了钱，然后最后全部都交给了医院。来，再看看咱们加班的时候点的外卖，就这有些人看了可能都受不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这都算好的。所以说，还是尽量自己买点菜，自己在家做着吃放心。这不是9号了，还没看到啊？说到17了。那吃你，哈退。2025进入尾声，有关中国食品安全的讨论充斥着网络。除了揭露食品行业采用的各种科技狠活毒害国人之外呢，更多的是对几乎所有食物都存在安全隐患的高度焦虑。大家都来看看这个视频，太吓人了。是一层一层的，什么肉能有这样的？网购的牛排、肉类都要看包装上有没有卡拉胶这个成分，只要是有就是合成肉。本来是花钱买肉，却吃了一肚子的胶水。我这个东西呢，大家看看，给你看清楚，亮晶晶的，就是这一桶油倒进这个锅里面，然后它就从这个锅里扒出来的。8月9号倒进去的，前天回来的。等我晚上去洗锅做饭呢，这扒在这锅里起多少？有2个这么多，这个这么啊，就这桶油，你们看清楚，就这桶油。这是我刚刚点的外卖，9点46分送到了以后，我洗个澡出来吃饭，我女儿吃的，吃了2口之后，告诉我爸爸这个饭点，我就把饭拿过来一看，你看已经发酵了，就开始拉面线了。真的是太吓人了！来看一个视频，我们准备一块鸡胸放到料理机里，给它打成鸡蓉，然后我们再准备一个客人吃剩的牛大骨，再把鸡蓉挤到牛大骨壳中，再用铲子给它抹平，这牛骨髓不就烤妥了吗？现在这个社会啊，到底是怎么了？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啊！现在科技是真发达，连烤牛骨髓啊都能造假了，这是把牛骨头啊反复利用了呀，在这里面挤上一段，我们不知道呀是什么材料做的假骨髓，原来的香喷喷的牛骨髓啊也是假的了。总感觉不对耶，这大大小小的，这是猪骨头吗？猪身上没见到这种骨头啊，都有一点像人的骨头一样。你吃的卤蛋是假的，我拿给你看下来。饰品同款的蛋我买了，我们打开看一下，镜头拉近，你有没有仔细看？它这个蛋不是圆的，所以说我们买东西要看配料表。你来科技来了，对赌的来了来，乙基麦芽酚、橙味核苷酸2钠，他就没说它是蛋。看看哪里不对了。
皮儿，没扒皮儿。看咱家后厨硬不？皮蛋豆腐啊，豆腐不扒皮儿就往里放皮蛋。不只是中国人对食品安全感到焦虑，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吃东西呢也是很小心的。因为除了传统的食品安全问题之外，中国还涌现了科技含量高的食品。这些食品通常透过人工合成或其他非常规的方法制造，以追求特殊的口感或外观效果。中国的牛奶没有原汁味道，总是加一点什么别的味道，蔬菜肉啊什么肉动物非动物的食品是可能也不是很自然的，都是伪药的什么的，所以肉也许会有影响，所以也不是特别放心。孩子多大了？9岁了。这样你喝中国的牛奶吗？不喝。不喝，喝了会怎么样呢？肚子疼。不要拍，不要拍。这是中国，我不知道中国的规则吗？我不知道中国的条例吗？这是特别恶心的事。哎，我就告诉你，你们两个就是垃圾。你和一个狗一样，你不是个人，你是个猴子。猴子，你可以给人吃这样的油？我特别喜欢中国，这样的人，他们是垃圾。Day 3, we're at dinner. What the hell? What the hell, Leontay? Started with that. Oh, I didn't know you swung that way. With the noodles, the only thing that we gotta give this like a solid 2 out of 10 so far. 我跟你讲，我应该也没几天活了，我估计应该也是得了肠癌或者肝癌，我觉得也没几天了，知道吧？我也没几天活了。以前天天吃外卖，从13岁来广州开始吃外卖，吃到了现在30岁，吃了10几年了。人内心压抑，你看我现在230多斤，230斤，怎么230斤的？就是吃的嘛。吃各种什么水果啊、外卖呀、奶茶呀，我感觉没有多少日子。再过20年，咱们80后、90后、00后，甚至10后最头疼的，绝对不是什么房贷、车贷呀，也不是什么传宗接代呀，就2个字：疾病。之前在医院看了太多的人情冷暖了。你们知道现在住院的都是什么年龄段的吗？根本不是像以前想的那样，全是80多啊、半截入土的那种老人啊。现在病房里面10多岁的、20多岁的、30多岁的，刚过40岁的，一抓一大把。为什么这么年轻就开始住院，甚至会得癌症呢？那么说白了呢，就是科技狠活吃的太多了。这位博主说，中华5000年传下的五谷杂粮、米饭、馒头这些主食呢，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喜欢吃了，天天琢磨着低脂低卡，吃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零食，不吃主食，一到晚上就特别精神，开始熬夜、追剧、打游戏、聊天，根本就不好好睡觉。殊不知熬的是心血，是健康，最后是寿命。再就是懒，能躺着绝不坐着，能坐着绝不站着，一天就保持一个姿势，自己都不爱护自己的身体，又能指望谁来爱护呢？当然了，这背后也存在着不少人为的因素。中国人，咱就别再自己祸害自己人了。如果再这样整下去呀，根本就不需要战争，我们自己人就把自己给整倒了。咱们来看一下，有的水它不能喝了，有的食品它不能吃了，甚至连孩子的牛奶也不敢喝了。现在的食品安全问题特别的严重，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安全何在呀？
水果、蔬菜、粮食里面有大量的农药、化肥、激素、重金属超标。鱼肉、蛋奶也是农药、激素、防腐剂、添加剂，各种的狠活，使劲的给你往里整。有数据显示，最近3年，中国至少有超过12万的儿童与青年患有肿瘤，还有人得了特别少见的疾病。现在普通老百姓的小病不断，慢性病缠身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就是食品安全存在着巨大隐患。这位布洛克说，现在中国人赚钱很难，但大家都清楚，再难也一直在努力着，因为大家就是想让家人过上幸福的生活，让家人与孩子都能够吃上安全健康的食品。但是呢，科技改变了生活，大家现在吃的食物里面全是科技与狠活，这样中国人可怎么活？前几天邻居的一个大哥走了，39岁，脑梗，没救过来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意哈，在城市的公园里，在农村的大街上，坐轮椅的、走路画圈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动不动就是脑梗了、心梗了。小孩得白血病的也是越来越多了，得各种癌症的人也是越来越年轻化了。你看大街上到处都是药店，还有大医院里边每天是人满为患。为啥这么多人得病呢？老人一样啊，病从口入。现在几乎所有能吃的东西，为了色香味，为了能保存的时间更长，都被添加了各种各样的添加剂。这博主无奈地说，中国有2000多种食品添加剂、调色类、调味类、防腐类、保鲜类数不胜数。而且呢，食品中添加这些东西在中国还属于合法的，就包括现在在超市里都很难找到没有科技狠活的东西。他还列举前段时间发生的罐车拉完煤油拉豆油的事件，指出很多人为了利益、为了钱都在急功近利，无所不用其极，甚至很多人玩命的想尽一切办法挣更多的钱。结果呢，你吃我，我吃你，双双进入了医院。他还说，药品再先进也换不来人们的健康，药店生意再好也振兴不了中国经济，医生医术再高明也医不了所有的病，医院大楼盖得再高，生意再好也强不了国呀。现在的东西真的不敢乱吃了，你养激素鱼，我卖神仙虾，你种药葡萄，我种漂亮瓜，30天的鸡，40天的鸭，60天的猪肉近万家，挂面加硼砂，月饼有脱氢乙酸钠，快乐死的蛋糕，甜蜜风的奶茶，你害我，我害他，医院乐得笑哈哈。吃的干不干净不重要，你有没有饭吃国家关心的。吃的安不安全那看你的命了，你命不好就撞上不安全的了，那你命好就没事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我仔细一看这不是苹果吗？不得不承认啊，这小子真有2把刷子，差一点我就把这个视频发到相亲相爱群里头去了。仔细一瞅啊，上面还有个棍儿，那这成本肯定比真正的苹果高多了。看看老铁们看看，这是不是你们平时吃的泡椒鸡爪？你以为戴手套是干净卫生，其实是担心药水腐蚀皮肤。家人们，你们快来看，这人把菜打包后放在水里面泡一下，拉在路上吃，不害怕坏了吗？你说现在整点啥玩意儿搁水泡上啊？青菜搁水泡，水果搁水泡。老铁们，看看这菜的生活环境啊，咋做出来？都是用脚踩出来。这穿袜子踩，哎呀妈，真的比穿鞋踩还埋汰。就不穿袜子踩的，可太埋汰了。好东西，老黄今天你掏上了，你来，好了，光放这个，喝吧。这个豆奶是避之不及啊，兄弟们！这样我们自己给他打一个豆浆，看他喝不喝。哇，自己打的豆浆，我大亏多一个，兄弟们！中国这目前的食品安全非常的严重。今天在座各位同学，你们吃的鸡，可能一辈子走路没超过3米；你们吃的鸭子，从来没见过河是什么样子。
现在食品安全简直糟糕透顶了，我们到底在吃些什么呢？化肥、农药、抗生素，还有一堆莫名其妙的东西，都不知不觉地进到我们肚子里了，得小心了。那些跟乒乓球似的鱼丸，说不定掺了塑料；那些劲道十足的粉条，可能加了明胶，你注意过吗？还有那些颜色好看、口感丝滑的鸭血，真的是用血做成的吗？咱们得从每天吃的开始注意，养生很重要。这次北京的雾霾，我特别高兴，我从来没那么高兴过，因为北京以往我们呼吁水、呼吁空气、呼吁这一切食品安全的时候，并没有人多少相信，因为特权阶级他们有自己特供的水、特供的食物。这次雾霾，他们没办法有特供的空气了。这次我相信北京各个部委，包括中南海在内，呼吸的空气跟我们是一样的。马云说，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怎样付出行动。未来10年，中国3大癌症会困扰每一个家庭：肝癌、肺癌、胃癌。肝癌很可能是因为水，肺癌呢是因为空气，胃癌是我们的食物。它从来不会因为阿里巴巴睡不着觉，但是呢，它会因为中国的水不能喝了，食品不能吃了而彻夜难眠。中国人这么努力，这么辛苦，但最后大家辛苦赚来的钱买的是医药费。马云还说，曾在飞机上跟顾广商讲，中国的药品卖的越多，不是一件好事。他希望中国的药品卖的少一点，中国人身体健康一点。汶川地震84000人死掉了，引起了世界震动。但大家想过没有，中国每天死掉的癌症，每天得癌症的人有多少呢？所以有人问他，你最想实现的愿望是什么？其实呢，很简单，希望20年以后的中国，天是蓝的，水是清的，空气是可以呼吸的。那么最近呢，也有人问他，你的幸福感是什么？有幸福感吗？什么是最基本的幸福感呢？他认为就是沐浴阳光。沐浴阳光3点水的沐，就是要有水有沐。浴呢，3点水一个谷，要有10里阳光。这是人类最基本的幸福感。不管你挣多少钱，你享受不到沐浴阳光的时候，就是最大的悲哀。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反复出现呢？这根本原因就在于道德沦丧与制度腐败的叠加。虽然国内有食品安全的检查制度，但地方与部门在利益的驱动下相互受贿、相互放行。另外呢，还有中国百姓的言论遭到封锁，真相无法传播，使得中国人的安全一再成为牺牲品。一个国家无论谁来当领头人，只要他能解决孩子的教育问题、老人的养老问题、食品的安全问题，以及老百姓的医疗问题，那么老百姓就会支持他、拥护他、爱戴他。你们说对吗？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